好，这里是 Peter 汉语，欢迎关注 Peter 汉语，关注 Peter 汉语不迷路。好，今天我们继续练词2500。第一个词语是报复报复。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报答报答呢，一般指的是什么？报答的是恩情而报复是什么？它是什么？跟报仇差不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严重，就是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一点点矛盾，但是还没到仇恨的那种程度我们说仇恨，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杀父之仇什么其他的特别严重的这样的，那才叫仇。而这里报复呢，就是工作中的一点小矛盾生活中的一点小矛盾，这样的时候呢可以用报复这个词但是你不能用报仇，报仇就有点太严重了好，那么词语搭配报复情绪，还有报复某人。那么这种报复情绪是什么？比如说两个人在工作中他有了矛盾那么他在工作的时候，两个人可能就不能很好的合作，总是有着一种就是说他上次对我说了什么不太好听的话我要再什么就是回报给他这样再还给他。那么这种呢就是一种报复情绪还有报复某人都是这个意思。我们看例句，这人有着极强的报复情绪因为害怕被报复，他整天提心吊胆提心吊胆是一个成语，它的意思是特别紧张害怕害怕被报复就是说比如说是什么，我们知道那种就是举报坏人举报坏人，或者是什么做其他那样的得罪人的事情做了以后，这个人呢可能有点害怕好，然后反义词我们说过报答，报答的后边是什么？恩情。而报复呢是什么？一些生活中的小矛盾的这样的没有达到报仇那种程度。报警，那么是什么？警当然就是警察。那么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报告给警察，为什么要报告给警察呀？遇到危险啦，需要帮助啦，这样都可以报警。好，搭配及时报警，还有向110报警，还有报警系统。好，例句，警方通过报警网站接收举报线索就是我们现在网络比较发达那么警方呢除了就是通过110电话或者其他的电话以外，也可以就是在网上找到一些就是举报的线索。好，下一个，孩子走失后，父母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在中国有句话叫什么？有困难找警察所以就是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拨个110基本上警察都可以想办法来帮助的。报销，那么报销这个词这里的销呢，它呢是一个名词，它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花费花费就是说费用。什么费用这种费用就是说我们为了公司，而不是为了私人的事情为了公司就是公家的事情。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可能自己先用我自己的钱把这个事情做完了。那么做完以后，在这个做这件事情过程中用的所有的这些钱费用，那么将来这个公司都要给我什么？再给我的，这种情况就叫报销那么有的时候在家里，我们也可以跟家里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开玩笑，比如说你帮他做了什么事情，那么你可能花了一点钱，这样的时候呢，你可以对他说，我帮你做了这件事情花了什么什么，你得给我报销，这样也可以的。好，报销费用好，公司报销了我去上海的费用然后公司规定餐费不能报销。下一个报复，这个报复呢，报我们看的是手，这也不是熊抱不是抱着某人，这个抱是什么？它指的是心里有的心里有什么东西，而负呢是背负负担，所以我在心里和我的身上承担的什么这种责任。所以报复的时候呢，这样的它是一个名词，比如说我有远大的抱负，就是我心里边的那种理想
啊，还有我身上承担的自己的那种责任，这样的时候可以说抱负啊。好，词语搭配远大抱负，实现抱负。例句：他虽然有能力，却没有机会施展抱负。职业有时也可以实现个人的抱负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现实可能和我们的抱负差得有点远，但是有的时候呢，在职业就是在工作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啊。然后它的同义词就是理想啊。暴力，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武力，使用武力了啊，它是一个名词。暴力事件啊，像就是说那种什么打砸抢啊，就是说这种商店啊，商店这个门被打了，东西被抢了，这种啊都属于暴力事件。然后实施暴力啊，实施暴力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还有的时候还讲一个什么，在法律上还讲一种叫家庭暴力。啊，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啊，丈夫或者是妻子呢，就是实行了这种武力的这样的拳打脚踢之类的啊，这是家庭暴力。还有的时候我说冷暴力啊，冷暴力呢那种就是看不出来，但是呢也是一种暴力啊。然后例句：警方最近处理了一起暴力事件。然后禁止对弱势群体实施暴力。那么这个弱势群体指的是什么？在实力上它是比较弱的，比如说老人呐、病人呐、残疾人呐、幼儿啊，这些都属于什么弱势群体啊？暴露，暴露，那么这个是什么？露出来了啊，露出来了，就是说原来是什么？原来我们是这个东西呢，我们是藏起来不想被别人知道，但是现在露出来了，这种就叫暴露啊。比如说暴露问题啊，暴露实力啊。原来呢我们是没有发现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露出来了，我们看到了啊。还有自己的实力，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可能我的一个行为或者什么呢，让别人发现了我的实力，那这种就是实力暴露了。例句：这次活动暴露出个别同学怕吃苦的弱点啊，就是原来我不知道这个同学怕吃苦，但是这个活动以后我发现了他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他暴露出来了自己的问题。教练不想队员们过早暴露自己的实力。曝光啊，曝光这个呢，它也是露出来了，但是这种曝光是什么？光指的是我们说阳光啊，阳光，那么就是见阳光了。所以那么这种曝光是什么？它是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跟我们刚才暴露是不一样的。暴露是什么？可能隐藏的我们没发现的，不一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曝光这个呢，一般呢就是说是什么那种不想让，真的特别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这种，或者是见不得人的啊，在大众面前全部都显露出来了，这种叫曝光，就是见光了啊。曝光丑闻啊，丑闻是什么？特别不好的那样的新闻。他受贿的丑闻被多家媒体曝光啊，受贿这个是什么？当然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被大家就是在就是被大家在当众就是宣布出来了啊。然后作为明星，他的曝光率极高。我们知道明星也有个人隐私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很多就是这些也是为了吃饭嘛。那么这些人有一些人会经常去偷拍他们啊，这种曝光率。好，爆发这种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像火山，我们都知道火山出来，这种呢就是火山爆发。还有呢就是说它是突然出来的啊，突然发作的这种。好，我们看一下火山爆发，爆发阵阵掌声啊，然后爆发战争。他的演讲结束后，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火山爆发会引起地震吗？好，下一个爆炸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对吧？就是说比如说炸弹爆炸啊，炸弹爆炸。还有什么？我们吹的那个气球，气球呢我们一直往里吹，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不是气球就砰？这种它也是爆炸啊，它也是爆炸。好，我们看一下信息爆炸啊，气球爆炸。
那么这个信息爆炸呢，就指的是现在这种就是这个信息就像什么，就像炸弹似的，唰爆出来，就是信息特别多，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例句：21世纪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气球爆炸声吓了孩子一跳或者大人小孩就是突然的这种爆炸声都会被吓到的然后还有呢，其实爆炸呢还有这样，比如说爆炸性新闻就是这种新闻呢有爆炸的那种威力让大家就是说害怕呀、吃惊这种就是爆炸性新闻。baby 呢，这个指的是这个人是什么？行为比较恶劣，还有什么不道德不道德比如说卑鄙的手段，还有卑鄙无耻。搭配，他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了那个职位我们知道在什么工作中竞争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公平竞争，但有的时候他可能用了其他不太道德的手段，比如说可能就是把竞争者的一些什么不太好的这样的新闻什么曝光啦或者是就是这个竞争对象的这个什么一些个人隐私这种呢都曝光出来这可能就是引起了一些负面效应这样的其实都是一种卑鄙的手段然后你的行为比强盗更卑鄙无耻就是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有点太不道德了卑鄙无耻。好，那么今天的生词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辛苦了，再见。